这一集我们要到柳川9流米一日游。出发前，先在西铁福冈吃早餐。这里除了有面包店，也有一家连锁咖啡厅 Pronto。我们被门口的早餐图片吸引，决定进店内用。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早，店内只有一位店员要负责点餐和出餐。等了大概15分钟后，早餐终于来了。我们点了一份有水煮蛋的火腿起司吐司套餐和一份奶油吐司套餐，口味还不错。在车站里有内用位置的店家很加分。我们推荐从天神搭西铁电车前往柳川，因为会有特别的观光列车水都号。官网的时间表写9点半，结果来的竟然是一班列车。后来查网路，好像说水都号在11月停驶，但我们行前查官网并没有停驶公告。本来想看水都号专有的车厢外部彩绘，并收集各车厢乘车纪念卡和纪念章的，没有搭到，有点可惜。大约50分钟的车程会抵达柳川。我们事先在 KKday 购买了柳川观光游船票，从溪口出站往川下乘船处走。柳川游船有许多家，路线不尽相同。大概走5分钟就看到我们预定的店家。来到柜台，出示手机上的凭证。柜台人员给了我们乘船券、路线图、免费接驳巴士资讯和整理券。原本预定时间还没到，但可能因为前一班没有满载，很快就叫到我们整理券的号码，让我们提早搭船。船上不能撑伞，如果怕晒太阳，可以租借斗笠。亲切的船夫先生询问是否会日文。我们的路线是沿着柳川内窟往下游走，时常会经过桥下。岸边可以欣赏到枫叶、柳树。从前为了建造柳河城挖出的沟渠，成为现在可以游船的绝歌河道。这是柳川城枯水门，绝歌可以作为防洪和灌溉用。有些高度较低的桥下有辅助船夫的绳索或沟槽。船夫先生一路介绍岸边的许多景点和柳川发展的历史。悠悠美景搭配微风吹拂，真的很惬意。经过水上卖店，一期一会可以买团子或双麒麟，感觉很有趣。接近游船尾声，船夫先生唱了几首日本歌谣，还要一边划船，真的很厉害。经过田中崎镇宫铜像，一开始担心会不会在这么窄的桥下卡住，船夫先生叫我们放心交给他，船真的完全没有碰到两边的石墩。整趟游船大约1小时，可以在船上悠闲地欣赏柳川的日式古朴风情。下船后可以用步行的方式继续体验柳川，然后去享用有名的鳗鱼饭。但我们对鳗鱼饭比较没兴趣，决定直接折返前往9流米。沿着地图指示找到接驳车站牌，上面有下一班接驳车的时间。如果有时间逛逛，也可以参观统治柳川地区400多年的立花市的庭园松涛园，以及立花家史料馆。搭接驳车回到乘船处，附近有保护柳川地区的三柱神社。三柱神社主祀柳川初代藩主立花宗茂，可以祈求繁荣；其妻子迎千代姬可以求除并消灾。
其岳父互赐道雪，祈求平安开运。三处神社人潮不多，环境清幽，但风景不输柳川沿岸。也有几座境内社，十分特别的守水社。这里有13种祈求不同事项的御守，可以在主殿左侧的授予所取得玉珠印。就以三处神社的玉珠印作为游览柳川的结尾。接着我们搭乘西铁前往九流米。看到可爱的河童吉祥物，就代表来到了九流米。从西铁九流米站出来，走路大约10分钟，就会来到超级推荐的大炮拉面本店。虽然已经过了午餐时间，但还是要填后位单排队。看到满满的人潮，就知道大炮拉面的魅力。在店外就可以闻到浓浓的豚骨汤头味，最有名的就是召回汤头，留下最初的汤头，再加入新汤头，因此造就了比博多豚骨汤头更加浓郁的口感。入座后马上就上了套餐的小菜、饭团和另外点的饮料，有许多酱料、芝麻可以添加。附上的不是一般的冷水，而是八女茶。经典的席拉面，除了超级浓郁的豚骨汤头，还有肥瘦叉烧、溏心蛋、有明海海苔和自家制细面，还有刚出炉的煎饺。如果喜欢超浓郁豚骨拉面的人，一定不要错过。它还曾经2度入选米其林餐盘推荐哦。西铁和 JR 在九流米都有车站，我们在西铁车站附近搭巴士到 JR 九流米站。东口外有世界最大轮胎。九流米曾是橡胶业重镇，知名的普利司通轮胎就是在这里创立。为了纪念有东方爱迪生称号的田中九重，在前广场有这座机械太古时钟，每到整点，时钟里的一右卫门人偶就会出现，展示各项有趣的机关发明，非常好玩。わしはからくり儀右衛門とか東洋のエジソンとか言われておる。グルメうま。穿越车站大厅，我们要从西口前往水天宫。车站外标示了附近的景点，给旅客们参考。九流米感觉是个平和的小镇，近年相当积极的发展观光，因为当地有许多优质水果，也推出了不少的观光酒厂。在往水天宫的路上，可以顺路探访这家在当地很有人气的和果子专卖店虎屋。评论说这里时常因为人潮太多而没办法慢慢挑选和果子，幸好我们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。小小的店面却有各式各样的和果子，都是在后方的厨房制作，看起来都好精致，而且价格都不贵。后面来的日本客人挑了好多种，每一种都想吃吃看。
来九流米可以来虎屋挑几样喜欢的和果子当点心哦。沿着水天宫通，大约再走10分钟，就会抵达水天宫。走过小桥，就可以看到水天宫本殿。这里是水天宫的全国总本宫。左侧的西之鸟居可以通往竹后川岸边。水天宫供奉的安德天皇以保佑安产闻名，听说钻过就可以消灾解厄，带来健康幸福的神教。主殿右侧的摄物所可以求取玉珠印。水天宫有几棵高耸的银杏树，这次来福冈本来是想看到很多枫红，没想到鲜黄色的银杏也相当好看，非常美丽。在走回车站的路上，经过坂本繁二郎生家，是日本有名的洋画家。不过时间已接近傍晚，我们就没有入内参观。回程选择搭乘新干线，是因为饭店在博多站旁。如果饭店是在天神站附近，就可以搭西铁回天神。今天从柳川体验游船，再到九流米游览，行程恰好可以安排在同一天。今天的景点表格提供给大家参考。下一集要来介绍我们在福冈市区吃的美食。大豪公园旁米其林推荐的水炊锅城，使用鹿儿岛黑豚的料理专门店三匹之黑猪，超多种牡蛎料理的 Oyster Bar， 精致的现炸串炸料理串亭，可以享用到各式和牛的烧肉冠军。博多必吃早餐牛舌定食汤雅博多，敬请期待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按赞订阅哦。